大家好，今天就开始数字输入输出的课程，主要是面向新手的，所以从基础开始讲，可能内容有点多，但是我们主打一个轻松，不需要大家考试，不需要记住知识点，大家一遍看不懂可以多看几遍，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动手能够做一下，这样能够记得更牢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首先演示一个示例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按键，实现了对一盏灯的精确控制，按一下开，再按一下关，这是所有复杂项目交互的基础。我们将从这里起步。但如果我们想控制的不是一盏小小的 LED， 而是一个需要更大电流的设备呢？比如一个电机，这是继电器，它就像一个由程序控制的智能开关，用 ESP32 发出的微弱信号去控制一个完全独立的更大功率的电路。再按一下，电机停止。我们通过这个小小的蓝色模块，安全地实现了用一个按键去控制电机的启停。下面，我将带你拆解每一个知识点，从零开始，一步步搭建并理解。好的，在我们点亮第一个 LED 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来认识一下面包板。它让我们可以在不使用烙铁焊接的情况下，快速地搭建、测试和修改电路，非常适合学习和原型开发。它的表面布满了小孔，但神奇之处在于其内部的连接。首先，我们看面包板两侧的长条区域，这些通常被称为电源轨或总线。当你把鼠标点在蓝色线旁的任何一个孔上，你会看到整条水平线都变黄了。这意味着这一整排的孔在内部都是连通的。我们通常用蓝色这一排连接到电路的地，而红色这一排则连接到正极电源，这为我们整个电路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电源接入点。接下来看中间的主要工作区，这里的连接方式完全不同。你把鼠标点在任何一个孔上，会发现它只和同一数值列的另外4个孔是连通的。这5个孔组成了一个独立的连接节点。请注意，跨过中间的凹槽，连接就中断了。这个凹槽的设计是为了方便我们放置集成电路芯片。理解了两侧横向通，中间竖向通这个核心规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搭建第一个实际的电路了。首先把 ESP32 的 GND 接到电源轨上，拿出 LED， 将它的长腿插在凹槽上半部分，然后将它的短腿插在凹槽下半部分。由于凹槽隔开了上下两部分，所以即使它们都在同一列，2个引脚也不会短路。接下来是保护 LED 的150欧姆到200欧姆的限流电阻。如果没有限流电阻，那可能会因为电流过大而烧毁。所以我们将电阻的一端插在与 LED 长腿相同的连接区中的任何一个空位，电阻的另一端我们插在旁边的一个空数列里。最后，我们用跳线把电路和 ESP32 主板连接起来。首先拿出第一根跳线，从 ESP32 的 GPIO21 引脚连接到电阻的另一端所在的数列，然后拿出第二根跳线，从 LED 短腿所在的连接区，也就是下半部分的任何一个空位，连接回 GND 电源轨。电路搭建完成。好啦，现在我们的硬件部分已经准备就绪，这就像我们已经组装好了一台电脑的机箱、主板和显卡，但它现在还只是一个空壳。为了让它真正的活起来，我们需要为它编写程序。任何一个 Arduino 程序，你都会看到这2个基本函数 setup 和 loop。setup 里的代码只会在 ESP32 通电或重启时运行一次，专门用来做一些初始化的配置工作，而 loop 里的代码则会像它的名字一样，一遍又一遍地无限循环执行。这是我们程序的主体。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告诉 ESP32 黑21号引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工作是输出信号。我们使用 pinMode 这个函数来做这件事，但你可能会想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多此一举？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。这是一颗 LGA1700的桌面级的 CPU， 它有1700个针脚，每一个针脚的功能几乎都是固定的专用的。但我们的 ESP32C3 Super Mini 是一个微控制器，它小巧便宜，只有16个引脚。为了让这么少的引脚能干尽可能多的活，工程师们把它设计成了多面手。同一个引脚，它既可以作为通用的数字输入输出口，也可以作为模拟信号读取口，还能作为串口等等。
所以 pin mode 这个函数就至关重要了。我们必须先明确它的职责，它才能正确的工作。21号员工，你今天负责送外卖。好啦，在 setup 里分配完工作岗位后，我们就要到 loop 里面给它下达具体的指令了。我们用 digital write 这个函数来命令引脚输出一个电瓶，这里的意思就是21号员工立刻送出一个高电瓶。但高电瓶和低电瓶又是什么？这里我们看下技术规格书 5.4 直流电器特性。高电瓶输出电压，你看这里写着最小值 0.8 乘 VDD， 这里的 VDD 就是我们输入电源电压。C3 开发版稳定在 3.3伏，那么输出就是大于 2.64伏。同样低电瓶输出电压最大值 0.1 乘 VDD， 也就是小于 0.33伏。所以 high 和 low 并不是两个精确的电压值，而是两个电压范围。Digital write high 就是命令引脚输出一个接近 3.3伏的电压，而 Digital write low 就是命令引脚输出一个接近0伏的电压。当然，为了方便，我们以后称 high 为 3.3伏，low 为0伏。但是大家要理解，这是两个电压范围，不是固定值。好啦，代码就这么简单，让我们点击上传按钮，注入到我们的 ESP32 里。因为我们用代码命令了21输出一个高电瓶，所以一股微小的电流带着大约 3.3伏的电压从这个引脚出发了。它首先通过我们的跳线到达了面包板，进入了线流电阻。这个电阻就像一个水管的阀门，恰到好处地控制了水流的大小，确保我们的 LED 不会因为电流过猛而烧毁。穿过电阻后，电流进入了 LED 的长腿，在 LED 的芯片内部激发光芒，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，然后从短腿流出。最后，电流通过另一根连接在短腿上的跳线，一路畅通地回到了 ESP32 的 GND 引脚。那么，既然我们能命令它开，自然也能命令它关。让我们回到代码，这次我们把参数从 high 改成 low。现在 loop 函数在循环执行的指令变成了保持低电瓶，不许输出电压。我们再次点击上传，看，灯灭了。现在我们要让它从外部世界接收信号，这就是数字输入。我们改写程序和输出一样，首先设置0号引脚为输入，使用 digital read 在 loop 里不断地读取0号引脚的状态。如果读到高电瓶，就点亮21号引脚的 LED； 如果读到低电瓶，就熄灭它。现在我在0号端口接出一根线，将这根线的另一端连接到 ESP32 开发板上的 3.3V 引脚，这代表一个稳定持续的高电瓶信号。看， LED 亮了，因为0号引脚清晰地听到了来自 3.3伏的高电瓶信号，所以程序就命令 LED 点亮了。好，接下来我把这根线从 3.3伏上拔下来，转而连接到 GND， 也就是 D， 这代表一个稳定持续的低电瓶信号。灯灭了，接受到来自 D 的低电瓶信号，程序就命令 LED 熄灭。这就是数字输入在最理想情况下的工作方式，给它高，它就认高；给它低，它就认低。但问题是，现实世界并不总是这么理想。现在我把这根线从 GND 上拔出来，它的另一端哪儿都不接，就这么悬在空中。大家看到输入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自己在切换 high 和 low， 这是因为当一个输入引脚没有被明确的连接到高电瓶或低电瓶时，它就变成了一根极其灵敏的天线。我们周围的空间里充满了看不见的电磁波，你的 WiFi 信号、手机信号，甚至墙壁里的交流电线都会对它产生干扰。这些干扰对于我们灵敏的端口来说，就像是持续不断的噪声，被错误的解读成了快速变化的0和1，导致我们的程序完全失控。那如何解决？很简单，我们需要给引脚一个明确的默认状态，这就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作用。上拉电阻就是在引脚和电源正极之间接一个电阻，这样在开关段开始，引脚就被拉到了一个稳定的高电瓶。反过来，下拉电阻就是在引脚和地线之间接一个电阻，让它在开关段开时能稳定在低电瓶。现在我们为电路增加了下拉电阻，看，问题解决了。更加幸运的是 ，ESP32 芯片内部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下拉电阻，我们只需要一行代码就能启用它，完全可以不用实体电阻。
我们可以用 Pin Mode、Input Pulldown 来启用它，这就在芯片内部把引脚的默认状态拉向了低电平。这种模式下要接到 3.3 伏就变成了 High。同理可以使用 Input Pull-up 实现上拉，接到 GND 时就变成 Low。这两种内置的模式都非常方便，可以根据你的项目需求灵活选择。我们刚刚用来模拟信号的那根孤零零的杜邦线，显然不是一个可靠的输入设备。在现实世界中，我们会使用按钮来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们该如何使用按钮？我们又该如何使用继电器来安全地驱动那些远超 ESP32 能力范围的大功率设备呢？这一切的答案都将在我们接下来的视频中揭晓。我们下期接着讲。